好，尊敬的在座嘉宾，还有在直播厅里的在线的观众朋友们啊，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于福建博轩哈希科技有限公司的林哲明，然后很荣幸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公有链基础设施的分层和演进这个话题，有一些背景知识啊，就是需要大家提前的会有一些了解的。然后我后面讲的过程当中就不会非常特别的阐述背景知识的内容。这边第一个就是比特币白皮书里面的约定，第二个是关于小世界网络的这一个概念。然后这小世界网络我相关的链接啊，比特币白皮书的下载链接，小世界网络的下载这个解释啊，还有是曼德拉网络。曼德拉网络是一种网络拓扑的这个形式啊，这个在bitcoinsv.io 的 wiki 上面也可以找到定义啊。最后一个是关于简单支付验证，就是 SPV 的概念。然后这块在刚才周全先生的演讲里面也有很多的设计，对，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一定的概念。OK， 然后我作为一个前矿工的身份啊，其实是应该说是很了解整个节点的运行和背后的整个生态的。首先，我要纠正一下刚才周群老师说的，说Blockheaders 这个服务是这个叫做没有激励，对吧？这个免费的，不对的。Blockheaders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数据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够在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区块链世界在网络上面是一个黑暗的、完全黑暗的环境，然后由矿工使用它的能量点亮了火把，告诉别人说来向我看，我在这儿，对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光的信号发散出去以后，你的光很强大，别人会根据这个工作量的信号找到你在哪，主动的连接你。为什么要主动连接你？是因为大家知道说，你作为矿工，你有很强的向心力，其他人也会这么连接你，也会来找你，其他的矿工也会来找你，这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很重要。当我们发出了这个信号以后，那么其他的生态的各方都会主动来找矿工去要这个区块头的数据。前段时间在 BSV 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关于这个我们讲叫藏块攻击的这种攻击，那么业界要想去抵御藏块攻击，很重要的是去发现不诚实的矿工的行为。我们说区块链世界里面的不可篡改性，不是代表着说这个交易或者区块发出来以后它就不能改了，而是你不能偷偷的改。偷偷的行为是我们认为不诚实的行为，你必须公开的做这件事情。比特币网络的或者说整个区块链网络的这种安全基石是构筑在公开性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整个社区，我们整个生态，包括我们的钱包，包括我们的很多应用程序，它需要获得这种公开性的信息，才能够对它自己的账本的处理和交易的处理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他们需要去尽可能早的发现区块头，同时他们也会认为越早公开出来的区块头它的有效性越强，因为区块头的大小，一个区块头的大小只有80字节，它的传播的成本是超低的，理应在1秒之内可能就要传播遍整个互联网了。所以当整个生态都要求你公开区块头的时候，矿工是有动力主动的向所有的生态发布自己的区块头信号，来告诉别人我是诚实的，这样能避免自己在之后的有可能的这个藏块攻击当中被误以为是不诚实的矿工而落败。所以我认为区块头的提供应该是矿工要主动去做的被激励的一种行为，所以才会有 headers only 的 client 出来。它为什么能够直接连到矿工的节点网络里面去获得这个区块头的数据，是因为这种行为是受到经济激励的。
可能矿工不会在提供这种服务上面直接收到经济的收益，但是它可以通过这种行为提升整个网络的安全性，通过主动公开的行为提升整个生态的安全性，并抵御哪怕是更大算力的超过51%以上算力的藏块攻击，这是由公开性来保证的 publicity。OK， 好，那么这个刊物我解释一下，这是我的自己个人的看法。好，当然因为我是矿工嘛，对吧？他不挖矿，所以我说的应该比他的靠谱一点。然后接下来我说一下这个我们说的整个节点网络的分层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我们的节点其实做的干什么事情，就是负责记账。那么在这个区块链网络当中，节点的任务它是每一步都是受到的激励的，它不是自愿的。像我刚才说的，每一个行为都要找到它的激励因素是什么。这里面有6条，这个事情我不阐述了，因为这是白皮书里面的内容每一步都是受到激励的。然后这些节点网络它其实是构成了一个核心层，以后随着网络设施的这个进一步的演进，其实我刚才说的节点就是挖矿的矿工节点必须要挖矿，不挖矿不能称自己是节点。那么我挨个说一下这里面的激励机制。第一，为什么新的交易需要向全网进行广播你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每一笔交易在区块链上面进行，在这个节点网络里面进行传播的时候，它都要消耗带宽，对吧？都要需要这个等待一定的时间。目前我们的互联网是这个点对点的直接的通讯的方式，并没有这种广播主播的像这个广播电台的这种广播方式1对多，往往还是点对点直接传输的。所以交易是需要排队的，对吧？你的同一时间你这个带宽是有限的，大家还是要以一种你哪怕加上 QoS 之类的这种队列来传递所有的交易。那每一笔交易要想在这个节点网络里面存在被记录被打包，就意味着说它至少要在全网广播1次。要注意，这是1次，不是2次。有的人说是我需要先把交易发给每一个矿工，然后矿工出块的时候再把它的区块广播到其他的节点。但是其实因为这些交易已经在每个矿工的内存池里了，已经在每个矿工他已经收到了，也许他在内存池里面已经把它存在了自己的磁盘上了。OK， 那么下一回矿工其实是在只要收到了这个交易的哈希以后，它是不会再请求获得交易的本体的。所以按道理来讲，它是需要传播1次，在所有的节点网络里，不是全网，是所有的节点网络里面要广播1次。然后这个是因为你的矿工的这个收益它是要在你的出块以后，你的区块不只是说我最早发现了这个工作量证明，我就能拿到奖励的，它是需要让自己的这个区块得到其他矿工的认可，你才能拿到奖励。那么你如何让这个区块更快的被其他矿工认可？是因为其他矿工你首先要验证你的交易嘛，要验证你的所有的这个区块嘛。因此你要想让你的交易更快的被别人认可，你就要赶快把你的交易提早的先发给别人，让每个人的这个内存池里面都有的这笔交易。然后你这时候你打包它的时候，你的估块率就能得到降低，对吧？人家才能够更快的验证你所提供的区块的数据。所以这一步，第一步是受到激励的，他一定有动力把自己的交易发给所有的节点，每一个节点都将收到的交易纳入到一个区块当中这个毋庸置疑，因为你是受到激励的，节点这个每一个交易你是付了这个交易的手续费的嘛，对吧？所以手续费很重要，缺失了手续费，那可能对于这个参与的节点来说，他就不会去做打包了。OK， 第三个，每个节点都尝试在自己的区块中找到一个有足够难度的工作量证明这个不用说了。当节点找到的工作量证明，它就全网进行广播。好，我刚才有提到的一种攻击行为叫做叫做那个藏块攻击，它就违背了这个原则，就是找到了工作量证明，但我不广播，我悄悄藏起来，因为我的算力足够大，我希望在工作量证明上我
超越了你很多以后，我一次性全放出来，对吧？人家说，哎，你这个区块 BSV 啊，这个价格低，来挖的矿工少，算力小，这不是一下子变成51%攻击了吗？是不是不安全？不是的，因为残坏攻击是不能够偷偷做的。你偷偷做，你这种行为一下子就被所有人发现出来了。你想，别人正常区块10分钟、10分钟的正常跑了1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以后，你突然间一串放出20个区块，这种行为谁都看得明明白白，对吧？你是不诚实的行为，他不用管你矿工在做这个节点在广播这样子的区块头的时候，你背后的交易有没有双花，有没有一些这个攻击的行为，你藏区块头的行为就是不诚实的行为，并且这种不诚实的行为一定能被检测出来。因此，为了防止自己的这个挖出来的区块被误以为是残块是攻击，所以你做一个诚实节点，你一定要把它向全网快速的进行广播。第五是，当且仅当包含在该区块中的所有交易都是有效的，并且之前未存在过的，对吧？其他节点才认同该区块的有效性。这就是他需要在投票自己认同他，在投票之前，我需要先对这个所有的交易都进行验证。那当然，这个验证的开始未必是说我收到这个区块的时候才开始验证啊。我完完全全可以在我接受到了各方给我发来的交易的时候，我就已经把验证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我已经认可这样的交易是有效的了。然后在我收到了新的交易的这个新的区块的时候，我的验证速度就可以加快。为什么矿工需要提升自己的验证速度呢？这是因为这也是一场竞赛，也是受到激励的。如果你的验证速度比别的矿工慢，就意味着你在这个新的区块高度上进行工作的时间会比别人晚，也就意味着说，如果恰好在你开始工作之前，也就是你还在上一个区块高度进行工作，对吧？然后你这时候发现了一个区块，但是其实别人已经比你更早推出了这个区块，并且这个区块得到了很多参与的其他的矿工节点的认可，那么你现在发出来的这个区块是晚于其他人的，很有可能因为难度不够而被拒绝。所以这些都是节点，它是需要受到激励的。最后一个就是算力投票，对吧？他们表示接受某个区块的方法，就是在这个区块的末尾来开始尝试创建新的区块，来延长当前的这个区块，我们讲生成了新的区块链的下一个环节。这就是矿工或者叫节点要做的事情。好，我们基于这个事情出发，会去想，之后有哪些服务可能是受到激励的？那么它很有可能是由矿工节点来提供的。如果这个事情它没有受到激励，就要去好好想一想，它以后可能不会再存在，可能会有一种新的形式来替代它。我们的节点网络是构成了核心层矿工的这个最核心的内层，节点之间是紧密相连，形成了小世界网络。好，但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小世界网络？它不是一个完全图，不是两都发生联系，对吧？是因为我们的矿工节点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然后这些节点有大有小，每增加一个新的连接，就意味着基本上是每一个矿工，对吧，都会和新增的这个连接要新建一条连接，你要又占一部分的带宽来传输你的新发现的数据和交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入的体系的这个矿工，它往往会增加每一个
原来在里面的矿工的总成本。对于原先就在节点网络里面的矿工来说，他在处理这个工作量证明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区块，他是否有动力把他所收到的区块或者相关的信息占用他的带宽发给一个新加入的矿工呢？这里面是有成本的，它的收益是受到激励的，当然因为有更多的算力提早收到了并验证好你自己的区块，那么你的估块率就会得到降低，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我是有动力把我新挖到的区块发给我认为很有可能能够帮我降低估块率的对等方其他的矿工。但是如果对方的算力太小了，小到某个程度是它对我的估块率的影响微乎其微，我为什么要构建一个新的连接，把我这边的数据发给他呢？我的收益是低于我的成本的，那么我做这样的事情是没有激励，是不划算的。所以我不一定要和每个矿工都形成连接，不是说你用一台树莓派挖矿，你说我平均过去100万年能挖一个区块，我也是矿工，不是的。但是这个界限在哪里？很模糊，真的是很模糊。它是依据每一个在这个节点网络里面的矿工独立的决定，所以才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玩家，比如说占全网算力30%、20%的这个节点，它是主要节点，它很亮，它举着火把烧的特别亮，它拥有可能这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节点也是矿工的连接。但是有些比较暗淡的火把，可能就距离远了，人家看不见嘛，对吧？就忽视了你，所以它不是两必须相连的，形成了一个小世界网络。矿工之间的连接的成本也是因地理位置、网络环境而异的，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定值。我在比如说注册在马耳他群岛的欧洲有一个服务器的矿工，我可能连通欧洲其他的某些比较大算力的这个其他矿工，我的成本是偏低的，那么这时候双方之间很有可能会建立连接。但是如果我想连接的是处在美洲大陆的，或者是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矿工的话，可能我的成本就会很高，双方可能就没有建立联系了。所以这是一个小世界网络，而不是一个我们叫做完全图的。所谓完全图就是刚才周全先生在他的 PPT 里面发的矿工之间两都建立连接的，这是个完全图的托付，不存在这个问题。好，那么下面就开始讲这个曼达拉网络，对吧？这个是 BW 区块链网络的一个基础结构。网络的核心是记账的节点，节点之间互相连接，是形成了小世界。这是怎么按的？对，核心这些是核心，它有大矿工，有小矿工，对吧？这是他们的中间的核心。因为他们的网络连通性的各不相同，他们会选择比较合适的这个节点进行勾兑但是最中间的，因为他们的算力占比是比较大的，所以无论如何互相之间都会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的连接。那么它最后形成的一个效果呢，其实从每一个节点到达另外一个节点的时候，从这个节点到达另外一个节点，它可能最多可能只需要2跳吧，平均可能是1点几跳，对吧？高度连通性，这种高度连通性是被激励的。每一个对等方都和所有上一层的对等方进行连接，那就是核心的这一层是我们的记账的矿工，外围一层这些对等方都和上一层都有连接，再外围的应用程序或者用户
又和上一层的矿工和服务商之间也会进行连接。然后对等方除了和上一层保持连接外，可能还去找寻相邻的一些对等方来进行连接。OK， 这个是我们认为可能的节点网络的这种拓扑的形式。它的核心层是节点。我们运行节点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实现4个现代化吗？还是我们运行节点是为了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吗？是为了这个让所有人的交易都可以在节点里面进行传递啊？周全老师要发笔交易，对吧？给洪峰老师，然后周全老师写了个明信片塞给节点，然后节点看到说哦，这个是发给洪峰老师的，然后就交给洪峰老师，是做这个事吗？不是的，任何事情都是成本收益的衡量。我们运行节点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对吧？如果我们无法服务于任何提升节点收益的这个成本都会被节约掉，我们的节点会更加的专业化，对吧？我只聚焦在能够帮我产生更大收益的服务上，其他的事情我可能会转移出去，转移到另外一个可以独立核算的，可能是我自己，可能是合作的第三方手里。所以节点能对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是仅仅是从节点功能上面来讲，就这几个。第一，同步去外投，我刚才讲了为什么要同步去外投，对吧？第二，接收事务，对吧？通过打包事务收取手续费，这个很显然，我们就是交易事务处理服务商嘛，那就应该做好这个服务的工作，对吧？然后同时收手续费。好，第三，获取 UTXO 的这个状态。好，这个事情是，如果说有第三方想向我去查询说，我某个钱花了没花或者什么的，这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你直接花了它，然后你把这个事务发给我，因为我有动力处理这个事务我就要帮你验证嘛，我就直接告诉你说，好，你这个生效不生效，我就给你这么一个答复，对吧？生效就相当于我接受了你这个交易，从我的视角来看没有双花，挺好的，挺正常的。我不接受，我就说告诉你说这个叫不好意思，你的上一层的 UTXO 失效了，没找到。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可以向我去查询这个某一个 UTXO 到底是花了还是没花，但是这种查询可能是付费的。究竟是由节点提供服务还是服务商提供服务？说实话我还没想清楚虽然节点提供这个服务是很方便的，对吧？但是我们依然要考虑成本和收益嘛。然后最后就是向核心服务商传递或者出售我们收到的所有的数据。我是提供了很强的连通性，同时在我手里面有全量的数据，有和其他这个节点的直通的数据通道，大家的同步在节点网络内的视角是非常容易保持一致的。好，这是我们节点可以对外提供的服务。第二层是什么？是核心服务商。核心服务商是什么？是离节点最近的对等方，就刚才说在围绕在节点周围的一圈的核心服务商。这个核心服务商我们是逻辑上的说法，就好像《资本论》里面说是吧？资本家资本家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打工的嘛，对吧？他只是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的代表，对吧？这个我们说核心服务商，它并不完全一定要是个独立服务商，也有可能是由这个中间跑节点的矿工、交易处理服务商兼职来提供的。但是从角色上，我还是把它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因为它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核心服务商其实它是需要获取数据的，因为一定要记住这点很关键。作为节点来说，它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对吧？所以它没有动力免费的对外提供没有办法帮助它挣钱的数据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以后你向节点去要区块，对吧？我为什么给你区块？我给你区块，你花钱买嘛，对吧？好，可以。所以其实核心服务商其实是向节点付费购买数据的。那这种购买方式，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在节点的周边的这个同样的机房里，你放服务器来提供服务。为什么？因为这是局域网连接，便宜，省成本，对吧？也因此很有可能核心服务商和矿工是一个群体，但是这不是说一定是这样的，对吧？你也可以用卡车来拉数据嘛，对不对？上面装满硬盘，带宽其实比
这个局域网可能还更快一点。核心服务商对外它会提供什么服务呢？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查询多节点来验证双花。就是核心服务商它不只是连通的一个节点，它会连通尽可能多的节点，然后来观察尽可能多的节点的数据的情况，来检测是否存在双花的这个行为。好，就是双花检测可能是核心服务商对外提供的一个服务。第二，很有趣的叫做过滤特定格式的事物，我在下一个环节会讲这个事情。维护特定的 UTXO 的子集，下一个环节会讲这个事情。提供默克证明。好，默克证明这个事情是在服务商的视角上我怎么看？刚才周全老师有讲过了，默克证明其实就是一段这个在区块里面对应的这个数据吧，对吧？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区块头不变的情况下它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你的区块头定了，你的默克根定了，顺序定了，然后你最终的这个交易的哈希也是定的，所以默克证明这是一次性的计算，在出了区块数据以后，就可以对区块中的每一笔交易进行默克证明的计算和验证。这个计算和验证的过程是在验证区块的时候就要产生的，所以默克证明本质上你可以看作是在验证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你把中间过程的那些结果你不要再算了，对吧？你把它缓存下来。提供默克证明可能是核心服务商对外提供的服务，因为它通过向节点购买获取到了全量的数据，那么对他来说提供这样的服务是很自然的。第三层是应用服务商。我们刚才说应用服务商做什么呢？是提供应用内的数据服务，并且和用户的钱包可能直接连接。那么我刚才说到，在核心服务商它对外提供的服务里面有包括比如说过滤特定格式的事物，维护特定的 UTXO 的子集，这个两个事情都是为了下一层的应用服务商。过滤特定格式的事物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特定标准模板的这个脚本，你通过过滤所有节点里的所有信息，对吧？获取它们一遍，然后再找到符合你标准的这个事物，就意味着说，你作为一个应用服务商，你是不是也要购买全量数据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你要在全案里面做筛选嘛，对吧？因此，我觉得颇有可能的一点是，他们会把这一点作为一种服务的形式去定制，向核心服务商去定制说，遇到这样的数据的时候，你就发给我。而这个事情在核心服务商处理，它的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它不需要做额外的处理，它只要根据模板做一些匹配，你能匹配上，我就把它留下来，然后发出去就完事了，其他事我就不用管，比较轻量。特定的 UTXO 子集指的是我们在做溯源的时候，在有很多做fungible token 之类的时候，对吧？我需要去溯源，我看看说这个 UTXO 是不是属于某一个 UTXO 下面派生出来的。在我需要去追查洗钱，对吧？追查犯罪分子的这个转移的这个记录的时候，我就是冻结，对吧？好，这些动作都是在这个 UTXO 子集里面发生的，所以要维护特定的 UTXO 子集，你要做的事情也是要接收、过滤全网的所有的交易事务，你才能做到没有遗漏。因此，我认为这个服务也可能是核心服务商对外提供的。那作为应用服务商，对吧？它是什么？它是分布式账本的核心。应用服务商不需要全网的所有事物的全集，它只需要关注和它自己相关联的数据业务。所以，应用服务商是关注某个应用内的数据和索引和支付的各种事物，它会向上一层的核心服务商去订阅、去过滤和它相关的那种特定格式的这个事物的交易事物的资料。这种应用数据可以是聚合的，也可以是零散的。指的是什么？就是你的业务数据不一定要在比如说一个 UTXO 下面
一个地址下面有什么很明确的标识，它可能是分散的，以特定格式来做标记的。只要你能够有一种方式能够让核心服务商以很低的成本把它给筛选出来，就完事了。同时，应用服务商是提供数据的索引和查询服务获益的。那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微博，其实每个人你按照特定的协议发自己的微博，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对吧？你自己管自己的数据吧，个人网站的集合。但是你要想通过一个这个关注、订阅、信息流这么样一个服务的话，你背后一定要有索引和查询的这个功能，你这个靠自己 peer to peer 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因此，应用服务商很有可能就是提供索引的这么一个服务，然后他会向核心服务商去购买过滤，对吧？购买需要溯源的这个 UTXO 子集，购买墨盒证明，购买双花检测，来帮助他们的用户。然后还有钱包，钱包它不是一个服务，钱包应该是对等方。你可以把现有的我们的很多钱包的实现看作是综合了应用服务商和对等方的一个实体，但是道理上来讲，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应该要把它们逻辑上分成两个层面。它不仅仅是支付，钱包的功能是什么？是要用不依赖于任何可信第三方的方式去管理好，用多种方式法去管理好自己的私钥，做好 UTXO 的管理，作为对等方接收和处理事务。好，它是一个对等方，所以是使用 peer to peer 的 BIP270的这种方式。刚才周群老师有介绍，对吧？你也是一个对等方，你要自己去处理交易啊，根据用户的授权去构造特定的事务，签名，验证应用服务商提供的事物的数据，并根据应用程序的规则进行展示。你需要独立去验证，你不能去相信别人给你是提供的什么样的数据。就是我们在抛开了隐私保护，抛开了这个信任的这个角度去理解，说我要去做一个区块链应用，在我看来是画蛇添足。你没有用到区块链的功能，你最终你说好，我做了一个线上微博，然后线上微博的所有数据是服务端传给我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对吧？那你为什么要用比特币？你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带来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认为这些事情应该是要由本地的客户端进行验证。为什么本地客户端进行验证，它能够提供隐私保护和这个信任的这个价值？是因为你的客户端是你可以经过可信的来源，经过审计的来源下载到你自己的设备上，它比较难或者说你可以让它不进行 live 的这种更改，你可以知道说它处理的逻辑是经过审计的，是经过你自己认可的。通过你对专业的用户的审计的信任，或者是你自己对这个代码的了解，它是开源的可能，这种公开性来提供了信任。就好像一开始比特币网络启动的时候，很多人是直接下载了一个二进制包开始跑的吧？你能读得懂二进制包吗？很少有人自己是运行这个从 source 方面自己编译出来的嘛？那你为什么信任人家提供的二进制包？大家想的是因为二进制包是在公开的渠道，以开源的方式、接受审计的方式、留痕的方式进行发布的。我认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任基础。所以很多应用程序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从开源的角度进行切入的。他们会根据应用程序的规则提供可以被验证的数据进行展示。
上一层应用服务商所提供的各项数据全部都带有默克证明，对吧？带有有效性的证明。因此，这个事情是不依赖于任何可信第三方的服务，并且我们的钱包服务还需要保存和自己的交易事务相关的数据。这里不仅仅指的是交易事务本身，还包括有可能有一些会和交易事务相影响的关联的数据。举例来说，比如说你的 HD 钱包啊，这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但是做一个范例，就是你的 HD 钱包里面不只是有你的公钥，对吧？你的这个种子其实还要有一个关键信息叫路径，但是路径这个信息是不存在交易里的，是本地保存的。你依据路径信息才能证明说你的种子、你的扩展公钥和你的签署的这个公钥是有关联性的。区块链的我们 BSV 区块链的核心价值包括了公共的状态，指的是公共的 UTXO 集合，包括了公开性、透明性和审计性，包括了不可篡改的这个特性。不可篡改不是不能改，是不能偷偷改啊。包括了快速和低廉的这个事务或者脚本的处理。为什么能做到？是因为这些验证、这些执行都是点对点本地完成的，并不是交由某一个第三方去帮你做，然后你等待他的反馈。你提供了可追溯的隐私保护，又保护了隐私，又可追溯。但是隐私保护是需要多层的服务才能做到的。当你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在一起的时候，都交给一个服务商的时候，那不就是大数据吗？对不对？你怎么保护你的隐私？他知道你的一切。像我昨天说的，在忽视了隐私保护的前提下，任何去中心化系统你都比不上中心化系统。你所有东西都放在他那了，他中心化搞一套，你不用这个画蛇添足的自己搞一个所谓的区块链服务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你没有为用户带来价值。但是隐私保护不一样，是因为你的隐私数据是由你的钱包自己掌握的。我们上面说的所有的服务商提供的服务，都应该是尽量做到不依赖对他们的信任而提供的。你可以向其他的独立第三方进行验证。OK， 我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然后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好，返场了是吧？返场。谁有问题话在我这儿。就你那会儿说的，就是一个小矿工，假如它是一个新来的这么一个节点的话，新的节点它不会有太大的算力，而且它没有历史证明说它有这样的这个算力的贡献。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造成就是说这个一些不公平的竞争？就说我后来的这个新的矿工就很难再去取得这个就是入场嘛？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OK， 我理解你的担忧。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是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影响非常之小。就我不能说就是新进来矿工就跟原先在里面的积累了很长时间信誉的矿工是等同的，它肯定不等同嘛。如果等同的话，那就没有人积累信誉了，对不对？比特币网络是一个鼓励诚实的行为积累信誉的一个网络，因为用这种方式你可以降低你的成本的。但是它又不是说这部分的差距能达到非常大的地步。我举例来说，如果你是个新进来的矿工，你只要向世界发出一个工作量证明的信号，很简单，挖一个空块，对吧？好，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哪了。然后你在这个 Coinbase 的这个交易里面，你可以打上什么？打上你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其他矿工来联系你的服务器的这个接入的这个地址啊，相关的连接端口啊，这个相关的信息，对吧？这个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协议来进行完善的，这是个2层的一个通讯协议。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加密的告诉其他人？因为你想，我开放了我的节点，对吧？那不是所有人都连进来了，所以我可能是有选择的，我只让某些人能够接收到我的信息。哎，这个可以用这个叫做椭圆曲线的这个加密的通讯的方式，对吧？
来提供。除了这个以外，你提供的工作量是证明信号，其他人就主动来找你了。但是你的区块数据怎么来？我认为说新的区块数据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你不需要去翻100-200年前的历史的这个固执堆嘛，对吧？所以有一种区块就是矿工同步开始这个加入的方式，就是它会从最新的区块开始往前同步。它在最新的区块同步的过程当中就开始构建 UTXO 集合了，因为你有了最新的区块，最新的区块里面的创造的 UTXO， 它就是合法的 UTXO 嘛，就能花嘛，对不对？你就可以从最新的区块开始往前同步，一直同步 back to Genesis， 对吧？回到最初。但是越往前同步，可能你的这个成本开销可能会越大，但是不好说，因为随着存储和网络的提升，你的很老的那些数据可能直接卡车买一卡车的数据，买一卡车硬盘这事就解决了，它成本可能会不像大家想象的会那么的贵，就是因此我觉得说这部分影响它不应该是很大的。我们的核心服务商能够向矿工去买到所有的区块数据，就意味着说你的成本不应该比核心服务商购买这个数据成本还贵，对吧？这是一个市场竞争的环境嘛，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说有可能会造成一点点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不应该很大，它可以把它看作是你的初始投资的一部分，这个占比不应该很大。我刚才说的就那些成本，对吧？又是竞争的，每个矿工都可以卖这个数据，对吧？你没有理由说一定会花更高价，并且他们矿工之间没办法形成联盟，因为每一个矿工都有激励拉更多的矿工来支持自己嘛，对吧？所以如果你的算力还稍微有一丢丢的话，那么你是比较容易很快的获得很多小矿工的支持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现在这个小矿工联盟，可能大家凑在一起算一算，X 石头数就只占10%，每加1%，对吧？你进来一个1%，对他们来说这个涨了10%啊，动力就比较足。所以我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就是影响不大。好，谢谢。不好意思，因为麻烦那个返场嘉宾前矿工，正赛的前矿工，我想好奇问一下，就是这个问题跟今天演讲完全相关。就是之前我第一次了解到 MAPI 也是从您的一个演讲一个角度开始的。MAPI 在今年的一些很多的这个圈里面做这个应用的时候，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就是说 MAPI 的话呢，用的这个 HTTP/IP 的这个协议，它的速度啊、响应啊、示范率很高。然后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吧，就是这个。您觉得 MAPI 将来在这个服务商方面会是怎样的一个前景，或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OK，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我自己觉得安顺的 MAPI 的这个参考实现写得很烂，然后我们自己重新写了一个，可能也很烂，但是这是个竞争的开始，对吧？我认为 MAPI 的这个服务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从价值上面来讲的话，是这么个道理。矿工有动力去向全网接收交易，对吧？他这种接收交易这个事情，不是说只向其他矿工接收交易，是因为你向他送交易，他能挣钱嘛？他有动力向全网接收所有的有可能能够让他挣钱的交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受到攻击，因为你要不断的降低成本，就导致你因为竞争，你降低了成本，导致攻击的成本也降低了。所以面对来自未知来源的交易的时候，你的限制可能会设得比较高。比如说你交易使用费要给足，对吧？然后要满足这些特定的条件，你的交易不应该太大或者什么，有很多限制条件。这限制条件不是统一的，它很有可能是每个矿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来的限制条件。但是你还是为了要挣更多的钱，所以针对一些可信的来源，对吧？你的合作伙伴，甚至矿工和矿工之间，都很有可能是使用其他的方式，像 MAPI 的方式进行传递的。那么 MAPI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易用的方式。我就举例来说，我之前跟我们的团队的朋友一直在讲，小伙子们，这个我们要搞 SPV 啊，是吧？
我要尽量让这个所有钱包对吧都能接入到比特币的这个核心网络里面，用好核心网络的技术结构啊。但是我会发现实现整套的这个比特币的通讯协议其实还是挺麻烦的，所以 headless client 这个事儿为什么大家以服务为主对吧？很少提供这个对等方的这个实现出来，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要想让一个普通的应用开发者你能够使用到矿工的很多服务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以服务开发者的角度提供 Mappy 的这个接口是更好的选择。那至于说 Mappy 这个事儿它做得慢吗？这个出故障率高或者什么的，是矿工实现的不够好啊。那这个向您这个和其他开发者致歉啊，这块我们也会增强在这块的努力，对吧？好，谢谢。好，谢谢周明。